嘿，大家伙儿早喽！4月25号星期二，又出现在了大阪的街头，回来了啊！今天本来没打算更新，但是觉得跟大家报个平安。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事儿就是，周日有几场比赛，恭喜所有顺利完赛的小伙伴们，也恭喜所有拿到好成绩的小伙伴们。那天在纽约一块跑步的一个小伙伴，马拉松破了250、249，了不起啊！这就是精英了。但是这个时差对中年人来说真的是太不友好了，13个小时时差。现在是大阪这边早晨6点，这等于是什么呢？再往前减13个小时。是之前在纽约的时间的什么时候？下午的5点，如果没算错的话。昨天晚上到家已经10点了。从那天早晨在纽约出发到昨天晚上到家，一共有得有20多个小时，一共。因为第一班飞机是14个小时，然后在东京的成田机场转机等了3个小时，然后第二班飞机是1个小时，到了那边坐地铁回家2个小时。在这期间几乎没睡觉，可能就睡了不到1个小时，在第一班航班上，特别厉害。到这年纪觉少了，但是就是好处是其实可以不睡，坏处是这时差倒得太慢了。我估计今天白天肯定特困，但是今天白天还得坚持不能睡，晚上再睡。而且是这样，虽然你挺困的，但是因为这个生物钟在这儿，昨天半夜3点多就睡不着了，起来了，出来说轻松跑一圈，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一会儿起来跟家属出去吃个早饭，今天开始忙工作。行，咱一会儿聊。纽约和大阪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纽约的感觉就是喧闹大，这边的感觉就是安静小。现在就跑个3公里、2公里的，然后看看能不能明天恢复训练。我不是说之前回来调整2周吗？就降强度的这种，以后未来这2周可能调整一下时间。或者说1周吧，调整到这个月结束，都还行。因为这次身体状态还行，而且早上起来不跑跑步干点什么呢？我不知道去伦敦的小伙伴们的成绩，还没联系，但是伦敦也是下雨，不知道好不好跑。然后川内优辉是作为非邀请的精英自己报名去的伦敦，因为他也是第6场，等于伦敦跑完他就拿到了最后1颗星。雅培还跟拍了他1个周末，可能会出片子，到时候大家关注。我就记得他赛前那天晒他的午餐是吃的这边一个连锁的咖喱的料理店，在伦敦的店。那一份花了5000日元，好贵啊！这次去明显感觉食品涨价涨得太厉害了。那东西现在在大阪这儿吃，如果是午餐，也就是1000日元出一点头。这边像我家周围800日元能吃
挺不错的一份定时了。这次去纽约有点消费不起了，就感觉真的挺贵的，跟2019年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吧。也行了，算是圆满落幕。在飞机上我还跟家属说，我说真的感谢家里人们的支持，这不光是从行动上的说帮你做这些事儿，还有就是你的各种开销啊什么的，家里都没有意见，并且全程鼓励。伦敦马拉松开始报名了，明年的，大家可以去碰碰运气，虽然抽中的可能性非常小，或者几乎没有，抽中了就可以去玩玩。准备这段时间聊一个系列，给我的6颗星做一个总结，从比赛到报名，到各种信息的获得，到每一场，这些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虽然我第一场已经很久之前了，是2016年，肯定跟现在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但是聊胜于无吧。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一系列拍好。我这已经折返往家跑了，今天不跑太多，虽然今天可以跑得多，现在体感没什么感觉。反正对抗时差，那些年总出去的时候还好，总出去玩的时候其实还好。这几年一是年龄大了，二是不习惯了。这期没什么主题，给大家一是报个平安，二是恭喜所有这周末又完成马拉松的小伙伴们，不管您是哪场。伦敦马拉松女子冠军真的了不起，真的了不起，这就是马拉松的精神。当然了，不是跑得快才了不起。昨天伦敦马拉松和亚培发了个视频，好像是关门前最后一位。你们看他那个身材，能把马拉松跑下来，真的是了不起。而且像这种大满贯的赛事，大多数都是分枪，就是分几枪，就东京比较特殊。然后他们的关门时间呢是按照最后一枪来算，就最后一枪发完枪以后多长时间，比方说6个半小时。那这样的话，其实要这个比赛要持续一整天，因为像波士顿呀、纽约呀这些，都9、10点钟才第一枪才跑呢。然后他这个时间线拉特长，伦敦也是。所以一般比赛结束都到晚上了。这次回来正在寻觅买一个挂奖牌的架子，这边当然没有淘宝那么方便，打算去2个地儿转转，都是这边的跑步用品或者运动用品的商店。如果小伙伴们有推荐，也可以私信弹幕评论一下，感谢各位。而且东京马拉松在高驰的站台，那位小伙伴还说他们在这边有一个跑步服务站的合作。我看那个跑步服务站比我那年去的那个离大本城近多了，就是我老跑过的那个星巴克那儿，就不是有特好吃的那烘焙的那个星巴克，是另外一个方向。哪天去看看，那是600日元一次，存包、淋浴什么的，也能租鞋和毛巾什么的。那应该是单付钱，回头体验，给大家拍一拍。如果人家让拍的话，里边还有咖啡什么的。行，不跟大家闲聊了啊，准备回家了。4月25号星期二清晨6点14，晨跑结束啊，轻松跑了3公里多一点，3.42公里，平均配速5分02，心率131。步频194，功率204，心率看还可以，而且像手表全程能看
你这几天的静息心率的变化呀什么的，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这次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它绝对时间不够快，我跑的，所以对身体的其实实际的损伤很小，没有原来没有那么大。就最后从2小时55到2小时45这10分钟是人的极限的一个10分钟，对大多数业余跑者来说，这10分钟是有难度的，但是是可能的，就是可以通过努力或者我总说的勤能补拙来实现的。这个实话实说，从245到240就不一定是勤能补拙能实现的了，再往前就真的是，就是你至少得有一些异于常人的东西了。这个咱实话实说，因为我跑了这么多年，有的时候确实是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个状态。不过这次在波士顿马拉松这一趟旅行的各种经历，给了我很多的强心剂啊。这次回来要再努力一些，第一是努力工作，第二是呢和家属努力生活，第三呢是把马拉松争取能再上一个台阶儿，是不是？所以我总说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嘛。努力生活其实涵盖很多方面，但愿我们都能更努力的生活，行吧？回家休息休息，然后去吃早饭。今天要买菜，家里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要开工了。行，那就这么着，咱加油干，下回见。